没想到我竟重生在乳母调换弟弟的那一天。这一次，我选择合眼装睡，任由乳母将弟弟抱走。前世我拼了命哭喊阻拦，最后逼得乳母没能得手，而我却惨遭人暗算，成了整座城池公认的呆傻姑娘。长大后的弟弟对我从无半分愧疚，反倒是我为家族污点，甚至故意将我骗到最阴阁，害我受尽折磨屈辱而死。既然老天赏我这种活一次的机会，我便坐稳侯府嫡女的位置，活出个属于我的璀璨人生。咱儿子天生就是享福的命，恰好那侯府小少爷胸口同样有颗朱砂痣，就算把2个孩子给换过来，府里那些人肯定瞧不出半点破绽。儿子替你顺利接手了侯府，咱们老周家就算彻底扬眉吐气了。我拼命强装镇定，极力装作没有任何异样的模样，苦撑了许久，也没见乳母和那男人离开。乳母看着像是舍不得丢下亲儿子。孩子他爹，这一走，咱们得啥年月才能再见到咱亲生儿子？那男人扭头瞥了眼屋外动静，显得颇为急躁。不早都商量妥了吗？等他在侯府里彻底站稳脚跟，咱们再回来跟他相认。赶紧走，迟了该有人过来了。你不想让咱儿子以后过好日子吗？乳母这才抱起昏睡不醒的弟弟，转身要往外走，谁知在即将出门的时候，瞥见了睡在一旁的我。乳母眼神闪烁道：孩子他爹，村东那陈夫子不是想要媳妇儿吗？咱们干脆把这死丫头也一并带走吧，省得他将来和咱儿子强夺家产。我指尖攥得发凉，若真被这乳母带走，我这一趟重生就彻底白费了。幸亏那男人还算清醒，压低嗓音斥道：你脑子糊涂了，换着一个已经是神鬼不绝，若凭空少个丫头，侯爷和夫人还不把整座城翻个底朝天？别找麻烦。再说个女娃娃哪有咱儿子金贵？侯府里的一砖一瓦，将来全是咱儿子的。乳母这才断了念头，抱着弟弟跟着那男人匆忙离去，确认外头彻底没了动静，我才敢翻过身，望着枕边睡得香甜的苏景安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便正式取代了我弟弟的身份。确认危机解除之后，我这悬着的心总算落回原处。恰在此时，爹娘直接推门而入。瞧瞧，咱俩孩子不都好好的吗？别总是疑神疑鬼，谁敢给咱侯府找不自在？这时娘盯着那半敞的木窗，可这窗子怎么开着？爹素来粗心，也没察觉异常，笑道：准是下人打扫房间，蛮忘了关上。生怕爹娘继续追问，我张嘴便放声大哭。娘满脸疼惜，连忙抱起苏锦和。好了好了，爹娘吵醒你了，不哭，乖啊，不哭。我这才止住啼哭，装作刚被惊醒的模样，顺势打了个哈欠。这孩子睡觉向来警醒，若真有人进来，早该惊醒了。你呀，别担心了。听罢这话，娘也就彻底安了心，陪了我片刻，爹娘便抱着贾少爷离开了。望着枕边遗落的那枚长命锁，我无声地扬起嘴角。这一世，我绝不再被人毒害成痴傻丫头，更不会做侯府的污点。至于眼前这个苏锦安，将会是我复仇路上最锋利的人。次日便听娘提起，那乳母过来辞行了，说是老家出了急事，要带着丈夫赶回去。听闻这消息，我心里愈发畅快，看来她是怕夜长梦多，带着我那没心肝的弟弟连夜逃了。转眼到我5岁那年，父亲正在演武院挥舞长棍，我趴在门槛上，眼皮都不舍得眨一下。那苏景安却被这气势如虹的呼喝声直接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我踮起脚尖，扯住父亲的袖口，奶声奶气地喊道：爹爹，我也要学这功夫。父亲先是怔了怔，随即便仰头大笑。好，果然是我苏某的亲闺女。娘却嗔怪道：姑娘家学这些做什么？舞刀弄棍的多危险。我搂着父亲撒娇，非要学，以后好保护爹和娘，还要护着弟弟呢。这番话听得爹娘心里暖意融融，从此我便日日泡在演武院里，扎马步扎到双腿不停打战，握剑磨得掌心全是血口，我愣是没喊过半个累字。父亲传授的那些招式，我看一遍便能牢记，稍微点拨几句就全通了。还没满7岁的时候，就能跟府中护卫过上几招了。再回头看那苏景安，别提让他跟着练武了，就算碰一下那冰凉的长棍，他都能委屈的抽泣半天。他就爱躲在屋里摆弄那些花花草草，要么就缠着丫鬟听人说书解闷，性子既怯懦又娇气的不行。我不光跟着父亲习武练功，更是娘最贴心的小棉袄，娘常用的香粉至高，我都记得分明。娘随口夸过的那些绸缎，我转头就让裁缝铺去寻来。娘若是心里烦闷，我便扮作街头卖艺的，讲些军营里的趣事，哄得她整日眉眼舒展。在这二老跟前，我把这好姐姐演得滴水不漏。苏锦安若背书卡了壳，我便帮她梳理文艺；她贪玩耍误了时辰，我帮她在爹娘跟前遮掩。当着外人面，我更是句句不理我弟。这篇赋背得真叫流畅，弟弟将来准能高就榜首，真不愧是我亲弟弟。这蝴蝶描得可真灵动，弟弟好棒呀！这风筝放的又是最高最远的。弟弟，你尽管安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给你脸色看。他才到5、6岁光景，
哪能听出我话里的深意，只觉得姐姐处处维护自己，对我也越来越亲。而在爹娘眼中，我这般懂事贴心的模样，比那个娇气包更惹人怜爱。咱家锦和虽是女儿身，却比弟弟更有担当。娘紧紧搂着我，眼底满是欣慰。父亲更是拍着我的肩，郑重其事地唤我名字。锦和，你是块练武的好材料，爹往后把本事全传给你。果然，当我成了乖巧懂事的好女儿，这心自然就全偏向我这边了。娘轻轻抚我的发丝，满眼温柔。锦和，只要自己顺心就好，别凡事都护着那小子，他才是你弟弟，本该他护着你才对。这整个侯府是爹爹做主，谁也不能让咱闺女受气。父亲这话说的斩钉截铁，有了爹娘给我撑腰，我这心才算彻底安稳，开始盘算下一步的棋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在主城的名号算是彻底打响了，街头巷尾都在私下议论，说苏侯府那位千金苏锦和不光生得眉清目秀，更是文才武艺样样拿手，小小年纪就练就一身好功夫，对弟弟也是照料的无微不至，真是个千里挑一的好姑娘。连府中老管事都悄悄跟父亲提过，侯爷，大小姐这般真才实学，将来准能继承您的衣钵。父亲听罢捋着胡须笑而不语，眼底的赞许根本藏不住，就连那象征君权命脉的兵符，父亲也毫不避讳，直接透露给我，说就藏在书房的暗格里，还亲自教我如何辨认兵符真伪，怎样调遣兵马将领。这下我非但没被那冒牌货夺走疼爱，反倒让爹娘把心思全放在我身上。父亲甚至起了念头，想把兵符传给我。随着苏锦安年纪渐长，他身上那股别扭劲儿也越发藏不住了。明明都是苏侯爷的亲骨肉，这苏锦安怎么就是个武学废柴？大小姐倒是随了侯夫人，生得一副倾城容貌，可这大少爷怎么长成了矮墩个子，顶着一张憨厚圆脸，眉眼之间既不像爹也不像娘，活脱脱像个田里的庄稼汉。听说这位少爷连千字文都背不顺，外面都传他连几句诗文都念不通，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混日子，哪还有半分将门之后的模样。这些刺耳的流言蜚语像针一样全扎在苏锦安心头，他本就因为世事不如我心里泛酸，如今再听了这些风言风语，脾气更是变得越发敏感怪异。那天父亲在演武院看我练枪，见我这套枪法使得行云流水，招招式式威风凛凛，忍不住扬声喝彩。锦和，真不愧是我苏家女儿，颇有我年轻时几分风采。话恰好被寻过来的苏锦安听见，他当场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。我才是苏家的嫡亲儿子，侯府将来所有的家业都是我的。他抬手恶狠狠地指向我，脸都气成猪肝色，嗓音变得尖利又刺耳。凭什么他一个女流之辈能得了父亲的真传功夫？凭什么人人都要夸赞他？我才是苏家的正经嫡长子。他一边声嘶力竭地吼叫，一边抓起桌上的热茶杯狠狠朝我砸来，滚烫的茶水全泼在我衣袖上，烫得我一阵钻心痛楚。父亲见状脸色骤变，几个大步猛冲过来，抬手狠狠扇了他一耳光，那声脆响传遍了整个演武院。父亲气得浑身发抖。孽障，那是你的亲姐姐，她平日对你那般用心，你怎能这般对她下狠手？杨文生匆忙赶来，瞧见我衣袖湿透，手臂泛红，心疼的一把将我搂紧，气急败坏地指着苏锦安骂道：“你这畜生，你姐姐究竟哪里对不住你？你竟下得去这般毒手？”我强忍着手臂传来的刺痛，抬手抹了把泪痕，假装豁达地拽住娘的手腕。娘，您别责怪弟弟了，弟弟肯定只是在气头上，我这伤不碍事的。我转头又望向苏锦安，弟弟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妥，惹得你发这么大脾气？你尽管说，我一定改。爹娘听了这话，愈发对我心疼不已，转头对着苏锦安又是一顿厉声斥责。苏锦安捂着那张红肿的脸颊，眼瞅着爹娘这般维护我，气得他浑身发颤，眼前发黑，险些当场晕厥过去。经过这番闹腾，他非但没有收敛，反倒更加放肆，估摸着是破罐破摔，觉得我总会迁就他，便变着法子四处闯祸，没少让爹娘生厌。他也不去学堂，成天泡在酒楼里，还欺压府中仆人，克扣他们的月钱，甚至跑出去狂赌，输急眼了就嚷：“我是侯爷儿子，看谁敢动我半根指头！”最离谱的是，在我及笄前一夜，他居然跑到二老跟前，厚着脸皮说道：“爹娘，景和岁数也到了，是该考虑婚事了。听说那安王都年近60旬，也没个一儿半女，正想续弦冲喜。景和一嫁过去，便是王妃，既能光耀咱们苏家门楣，还能帮我日后承袭爵位，在朝堂里铺好路子。”但安王是个什么货色？出了名的风流老手，后院女子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前面几位王妃都死得不明不白。这番混账话一出口，把一生正直刚烈、从战场拼杀出来的爹气得险些闭过气。等爹缓过这口气，当即命人把苏锦安拖出去，狠狠打了40板子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哭喊声凄厉刺耳。爹还罚他去宗祠跪着，何时之错，
何时才能出来？苏锦安被拖走那会儿，那眼神死死盯着我，仿佛全是我的过错，我却满脸不忍，冲到二老跟前替他求情。爹娘，弟弟他是糊涂了，他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，你们就饶过他这回吧。我眼圈泛红，嗓音都在发颤。都怪我做的不够好，我若是能再争气些，弟弟也不会这般心急。爹娘见我如此善解人意，更是心如刀割，对苏锦安的怒火愈发旺盛。丫鬟碧儿扶我回了房，不解地问苏锦和：小姐，您干嘛这般纵容二少爷啊？他对您没有半分姐弟情谊，处处跟您作对，您何苦受这份委屈？我坐在内妆台前，望着镜中那张惹人怜爱的面容，嘴角勾起一丝冷意，轻轻抚着手臂上早已愈合的烫伤痕迹，淡淡说道：碧儿，你不明白，他现在越是荒唐，名声越是扫地。等甄少爷归来那日，这两条疯狗才能咬得更凶，斗得更加彻底。狗咬狗，那才叫有趣。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，一晃眼就到了苏锦安的成年礼。侯府摆下盛大宴席，请来了主城所有权贵名流。酒席之上，众人推杯换盏，热闹得像赶集似的。平阳侯世子端着酒杯走到苏锦安跟前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眉头不自觉地拧了起来。世子爷与我父亲那是忘年之交，眼瞅着我和苏锦安长大的，这会儿看着苏锦安那五短三粗的身板，还有那张毫无苏家人痕迹的面孔，带着几分困惑开了腔：我早就听闻苏少爷与苏小姐是龙凤胎，怎么苏小姐生的那是眉清目秀，身段气质都是出挑拔尖，而苏少爷却长成这般模样。他话音稍顿，又瞥了眼座上身形挺拔的父亲，还有那风韵犹存的母亲。他这人也是直肠子，张嘴就直接说了出来：这苏锦安不会像那戏文里唱的，其实压根儿不是苏家血脉吧？世子话音刚落，满堂宾客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目光齐刷刷落在苏锦安身上，有好奇，有嘲讽，有等着看好戏的。我爹娘脸色瞬间变得僵硬。其实这些年爹娘看苏锦安，无论相貌还是言行举止，都与他们截然不同，私下也不是没有起过疑心。毕竟父亲是沙场拼杀出来的猛将，身姿魁梧，眼神犀利；我娘是世家出身的闺秀，容貌端庄，气质柔和。可苏锦安身材矮小，一张圆脸盘，眉眼间满是粗俗之气。别说像父亲了，连半点将门之后的影子都没有。再加上我一直对苏锦安百般维护，尽挑好话说，爹娘也就把疑虑压在心底，没有继续深究。而苏锦安也不是头一回听到这些闲言碎语，但每次我都会温言安抚他：弟弟，你别听外面那些人嚼舌根，你就是我亲弟弟，是苏府堂堂正正的嫡长子。你给我把这话刻在心里，这名分铁定就是你的。谁要是敢动心思跟你争，我定让他这辈子都别想好过。听到我这话，苏锦安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。本就因流言蜚语自卑得很，如今被人当众揭开伤疤，哪里还咽得下这口气？他猛地抬手把桌子掀翻，满桌碗碟碎裂声响成一片，酒菜汤水溅得满地都是。苏锦安像头被激怒的野兽，直指着世子鼻子骂道：本少爷是苏家唯一的嫡子，谁敢怀疑本少爷身世，我非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话刚落地，他竟当着众人面一把揪住世子衣领，狠狠用力把人推入旁边池中。只听扑通一声闷响，平阳侯世子整个人砸进水里，顿时激起巨大水花。他在水里扑腾挣扎，拼命呼喊救命。眨眼间，场面彻底炸开了锅，宾客们吓得惊呼四起，众人手忙脚乱去捞人。爹娘脸色更是铁青的吓人，一边命人赶紧下水救人，一边快步冲到平阳侯跟前，不停赔礼请罪，话语间满是羞愧与难堪。是犬子不知天高地厚，都怪我平日管教无方，还请侯爷见谅。平阳侯那张脸阴沉的可怕，冷冷哼道：苏侯爷，你的好儿子教养可真够可以。边上围观的也都面露讥讽，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。可惜苏侯爷戎马半生，战功赫赫，怎么生了这么个混账东西？那位可是平阳侯，圣上的亲舅叔，手握大权，地位显赫。苏锦安这也太没脑子了。苏锦安这才像回过神，僵在原地手足无措地望着我，眼珠子里全是慌乱与祈求。我心底冷笑一声，脸上却装出火烧眉毛的急色，几个箭步冲到前头，拽着他直奔平阳侯跟前，膝盖一弯，砰的就跪地上。平阳侯叔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过失，是弟弟莽撞冲撞了世子，求侯爷大人大量，饶过他这回。说完，我重重磕了个响头，紧接着我抬头望向平阳侯，眼眶泛红道：弟弟是家中独苗，将来还得指望他传承苏家。今日的祸事归根结底都是因我而起，你若是要罚，就罚我一人吧，我情愿领60板子替弟弟给您赔不是。苏锦安大惊失色，死死拽住我手臂道：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60板子下去，命就没了，我不能让你替我受罪。我一脸平静地拨开他的手，眼神坚定。你是苏家的顶梁柱，
万万不可有闪失。我是长姐，替你分担是天经地义。此话落地，围观之人皆对我赞不绝口。苏家姑娘当真是顾大局，重情义。得此爱女，苏侯爷实乃祖上积德。爹娘凝望着我，眼里满是疼惜与骄傲。平阳侯的神色也缓和下来，对我说道：苏丫头，你倒是懂礼数。罢了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此事后续我便不再追究。那60板子我硬是咬着牙扛住了。回府中，丫鬟碧儿为我敷药时，见我背上伤痕累累，哭得泪如雨下。小姐，您为何这般犯傻啊？她一边抹着泪水，一边轻手轻脚为我涂药。这些年，你帮少爷顶了多少罪，受了多少委屈，若长此以往，连命都要搭进去了。我无力地趴在榻上，疼得额头全是冷汗，眼睛却死盯着门外的方向，虚弱着嗓子说道：他可是亲弟弟，是我日后的倚仗，我自然得拼死护着他。我特意拔高音量，语气听着格外坚定。再说，他本就是苏家的嫡长子，这名分是何等尊贵，哪能容许旁人泼脏水？谁要是敢怀疑他的出身，那就是跟我苏锦和过不去。门外的影子明显顿住了，紧接着下意识挺直腰杆。我心里明白，在苏锦安心里，对我的依赖已经扎了根。从今往后，他为了守住这荣华富贵，会想尽一切办法依附于我。接下来这段日子，苏锦安竟然变得安分守己了。他这回8成是真的怕了，生怕再惹祸被爹娘扫地出门。这么些年过去，他始终在暗地里跟我较劲，可最后却无奈发现自己既不是读书的料，也不是练武的材，活脱脱就是个废物点心。再加上他接连闯下大祸，早就惹了爹娘厌烦，他这才不得不放下身段，反过来主动讨好我。这天，他拎着我爱吃的糕点，直接进了我院子。他端坐我对面，盯着我看，眼底透出的全是讨好之意。我随手搁下手中的书卷，认真点头。我说出口的自然全是真话。咱姐弟俩从小就一块长大，吃住都在同一屋檐下，这份情谊是旁人比不了的。我这心里就认你这一个弟。一听我这番保证的话，苏锦安脸上顿时笑开花，悬着的这颗心总算落地。他不光收敛了作风，待我的态度也是越发亲热，甚至主动跑去爹娘跟前卖乖。爹娘，阿姐可是练武奇才，那本事比我强太多了，将来准能成为威名远扬的女将。到那时候，全指望姐姐了。眼见他变得这般识趣，我心里这算盘也打得噼啪响。我当时甚至生出一个念头，只要他往后能安分守己，别再出去给我惹是生非，只要那真弟弟永远不露面，我便保他一世的荣华富贵。毕竟此人既无能又懦弱，对我言听计从，一个便宜弟弟总好过一个虎视眈眈的亲弟弟。怎奈何老天爷不遂人愿，命运这东西该转还得转，终究还是没逃过注定的结束。阳春3月，东市街头，我陪娘挑选首饰，满街吆喝声此起彼伏。锦和，你瞧这只点翠不扬，手艺倒是精巧，颜色也正。娘眼光向来毒辣，这只戴上保管压得住全场。就你会哄我开心。老板，这只多少银两？啊，锦和，当心！我没事。等等。我抬头望去，少年已转身狂奔，那张侧脸映入眼帘，我如遭雷击。那张脸是弟弟，绝对没错，不行，绝不能让人看到他的正脸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哎呀，我的荷包里头虽没多少银子，可那是外祖父留下的念想啊。娘您别急，那小子看着年纪不大，兴许是走投无路才干这事。走投无路就能偷东西，我非得报官不可。娘，这东市乱成这样，3教9流什么人都有，就算报官也抓不着。况且我看他那张脸，什么脸？你这孩子怎么还替他说话？那是贼！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从巷子里冲出。夫人，往哪儿跑？您的荷包。这是……我刚刚在旁边茶摊喝茶，早就瞅见这小子鬼鬼祟祟跟着你们，果然没安好心。刚才他一跑，我立马就追。多谢壮士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杨接过荷包，少年被拎着衣领，被迫抬起头，那张酷似父亲的脸完全暴露在阳光下。杨整个人愣住，死死盯着少年的脸，又转过头看我。锦和，你瞅瞅这张脸，跟你爹年轻那会儿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少年一脸茫然，眼神在我和娘之间来回。你们是谁？糟了，绝不能让娘继续看下去。我猛地捂住肚子，脸色瞬间惨白。娘，我肚子好痛。
我身子一软，直接往娘身上倒去。锦和，你怎么了？锦和，你别吓娘。哪里痛？到底哪里痛？我死死咬着牙，额头冷汗直冒，脸色白得像纸。疼，像刀绞一样。娘，我受不了了，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哪位好心帮我喊个郎中，我闺女撑不住了。哎呦，这姑娘脸色不对啊，快去叫大夫。东街头有个医馆，快送过去。少年站在一旁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眉头紧皱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不能让他跟上来，绝不能让他在这时候认祖归宗。一旦爹娘看见那张脸，再听他说几句这些年受的苦，心一软，滴血验亲，我这10几年的局就全塌了。不行，得让他闭嘴。我拼尽全力剧烈咳嗽，随即哇地吐出一大口黑血。这血是我提前备好的，用特殊草药熬出来的苦之子，看着吓人，其实伤不了身子。这一口下去，够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拽回来了。锦和，血？怎么吐血了？闺女，你别吓娘啊，你不能有事。娘就你这么一个贴心女儿。娘吓得魂飞魄散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娘抱起我，疯了般往前冲。夫人别急，我帮您开路。都让开，让开！没看见人命关天吗？少年愣在原地，望着地上那滩黑血，又看看自己被松开后重获自由的手。他为什么盯着我看？那眼神好像在怕什么。这血颜色怎么有点怪？少年抬头望向远处狂奔的人群，眼神闪烁不定。街头人群渐散，只剩少年独自站在原地，风吹起他的衣角。那个夫人的话，我跟她男人年轻时常一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少年低头看了看自己粗糙的双手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脸。我叫什么来着？狗蛋。哼，狗蛋。可我这张脸，真就只配叫狗蛋吗？娘从来没告诉我爹是谁，每次问他就哭。现在突然冒出个贵妇人，说我像她男人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娘背着我疯了般向东街头医馆冲。大夫，大夫救命！我闺女吐血了。快放下！怎么回事？这脉象倒是平稳，不像有大碍的样子。不可能，她都吐血了。您看这衣服上的血。这血迹……夫人先别急，待我仔细查验。千万不能让大夫说漏嘴。我虚弱的睁开眼，抓住娘的手。娘，我没事儿，可能就是吃坏东西了。你都吐血了还说没事？别说话，好好躺着。可是娘，刚才那个少年……什么少年？都这时候了，还管什么少年？你先给我把身子养好。他忘了，太好了，他忘了那张脸。我嘴角勾起一丝机不可察的笑意，随即又虚弱的闭上眼。我缩在娘怀里，眯眼看向远处，那少年依旧站在原地，目光复杂的盯着我们。他还在看，不行，这是没完。马车驶离东市，我强撑着睁开眼，瞥见窗外那抹身影逐渐模糊。回府后，我连吐3口黑血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大夫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已经派人去请了。锦和，你撑着点。我瘫软在床上，嘴唇毫无血色，连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。我的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早上出门还好好的。府中郎中轮番上阵，各个诊脉后摇头皱眉。这脉象奇怪，看似虚弱，却又……依我看，是心思太重，忧虑过度，邪气入了体，须得静养，切忌劳神，更不能受刺激。那就静养，传我令下去，将军府闭门谢客，谁也不准来打扰大小姐。3日后，我斜靠在床头，面色依旧苍白。3天了，娘再没提过那少年的脸，该查的也该查干净了。小姐，您今日气色好多了，要不再躺会儿？躺够了。外面有什么消息吗？消息？您是说？没什么，去把窗户打开，闷得慌。避而开窗，阳光倾泻而入，门口传来脚步声。小姐，是二少爷来了。苏锦安推门而入，神色局促，眼神飘忽不定。姐，你好些了吗？坐吧。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？我早就想来的，可爹不让任何人打扰你。苏锦安欲言又止，嘴唇动了又动。弟弟有话就说，憋着不难受？姐，我听底下丫鬟说，
说那天你跟娘在东市碰见了一个跟爹长得极像的少年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我抬起眼皮，静静盯着他，一言不发。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依旧沉默，目光如古井无波。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少年到底是谁？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知道才来问你的。苏锦安嗓音发颤，眼眶泛红。姐，你说我该不会真是假的吧？万一我真不是爹娘亲生的，那他们还会管我死活吗？会不会直接把我撵出去？我现在吃的穿的用的，全是因为我是苏家二少爷。如果我不是了，那我算什么？苏锦安双手发抖，死死盯着我。姐，这些年外头那些闲言碎语，我不是没听见。他们说我不像爹不像娘，说我是野种。以前我还能装作没听见，可现在真冒出来一个跟爹长得一模一样的，你让我怎么想？所以你就信了？我不想信，可那张脸……你见过那张脸？没有，但我听说了，丫鬟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说那少年跟爹年轻时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？哼！姐，你笑什么？你倒是给我句准话呀！弟弟，我问你，爹娘养了你多少年？20年。20年，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样不是苏家的？这20年的情分，是随便一个人长着相似的脸就能抹掉的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哪怕是一草一木，养了20年都有感情，何况是人？那万一他真是……他是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这府里20年，你叫了爹娘20年，这声爹娘是白叫的。那爹娘万一……爹娘就算起疑，那又怎样？只要你自己稳得住，谁能把你怎么样？可我怕。怕什么？有我在。我之前就告诉过你，这辈子我只认你这个弟弟，不管出什么事儿，我都站你这边。真的吗，姐？当然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弟弟，你好好表现，让爹娘看见你的心。我的心？对，孝顺、懂事、争气，让爹娘知道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最疼他们的那个儿子。苏锦安低头沉思，眼神逐渐变得坚定。姐说的对，只要我够好，爹娘一定舍不得我。没错，就这样，这才是我弟弟。可是姐，那个少年，万一他找上门来……找上门？他凭什么找上门？就凭一张脸？那万一他有证据呢？证据？什么证据？就算有，也得看爹娘认不认。对，苏家的大少爷只能是我，谁也别想抢走。去吧，好好歇着，别想太多。姐，谢谢你，这辈子有你是我最大的福气。门关上，我嘴角的笑容瞬间冷却。天色微亮，父亲整装准备上朝，府门大开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突然冲出，直直跪在轿前，张开双臂拦住去路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知不知道这是侯府仪仗？大胆狂徒，再敢往前一步，休怪刀剑无眼！我找的就是侯府，我找的就是你们侯爷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拦本侯车驾？少年眼眶泛红，嘴唇颤抖，死死盯着父亲的脸。爹，我才是你亲生儿子，那个苏锦安是冒牌货，他压根不是真的，他是被奶娘换进来的野种。混账！光天化日，满口胡言！来人，把他带进去，别在门口丢人现眼。是。起来，跟我们走。爹，你仔细看看我的脸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张脸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？父亲脸色铁青，周围百姓纷纷驻足围观，交头接耳。哎呦，这什么情况？侯府出事了？那少年长得确实像侯爷呀，你瞅那眉眼，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该不会是侯爷年轻时候在外头的风流债吧？别瞎说，侯爷可不是那种人，这里头肯定有事儿。爹，我身上有证据，你听我说完。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是来认祖归宗的。小姐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大早上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？比天塌还严重。门口来了个少年，长得跟侯爷一模一样。他跪在地上喊爹，说自己是侯爷亲生的儿子。说清楚，什么样的人？穿得破破烂烂的，看着像街头混日子的。可他那张脸，奴婢远远瞅了一眼，真跟侯爷年轻时一个样。他现在已经被带进府里了，正厅那边都乱成一锅粥了。二少爷呢？二少爷也在正厅，听说脸都吓白了，站都站不稳。小姐，您不去看看？急什么？让他们先闹着，闹够了，我再过去收场。可是什么？这场戏主角还没登场呢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张脸怎么会跟爹一模一样？那我算什么？我这些年算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来本侯府上闹事？说清楚，一个字都不许隐瞒。父亲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是来认亲的。我叫狗蛋，今年20岁，在东市那边长大的。稳住！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姐，我怕，我真的怕。他长成那样，我怎么争？怕什么？有我在，你的位置，谁也没本事抢走。把腰挺直了。对，属于我的位置，谁也别想夺走。我才是苏家正经的少爷，苏景安。这个蠢货，烂泥扶不上墙，样样都比不过我。偏偏越是这样，他越把我当神供着，又恨我，又离不开我。10几年迷魂药下来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说什么，他都当圣旨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天在东市偷我荷包的那个孩子。娘，我那时是走投无路，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得快死了，才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。我不是天生的贼，我是被逼的。你叫我什么？谁是你娘？不要乱狠。您就是我娘，我亲娘。您生下我，可我1天都没在您身边待过。我被那对黑心的夫妇换走了，他们把我扔到乡下，让我过猪狗不如的日子。荒唐！本侯府嫡子出生时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被人调包？你有什么证据？父亲，我身上有胎记，我胸口有块朱砂痣，跟您年轻时一模一样。还有，我养母以前就是府里的奶娘，她亲口说的。奶娘、父亲、母亲，咱们府上确实有过一位奶娘，后来说是老家有事，辞宫走了。没错，是有这么回事，可这也不能说明什么。母亲说的对，奶娘辞宫是常事，总不能每个辞宫的奶娘都跟调包案有关吧？再说了，这位公子，你说你是被调包的，可有其他证据？光凭一张脸和胎记，未免太草率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在撒谎？我没说你撒谎，我只是觉得事情重大，总得查清楚了再说。父亲母亲都是明理的人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轻易相信一面之词。一面之词？我这20年受的苦，就是一面之词？你知道我过的什么日子吗？打小村里人就在背后指点，说我跟那2口子长得不像。养父喝醉了就打我，养母嫌我吃得多，骂我是野种。我7岁就开始自己找吃的，捡过破烂，要过饭，偷过东西，什么下贱事我没干过。每次挨打的时候，我都想，我亲爹娘是谁？他们为什么不要我？后来听见养母跟养父吵架，说漏了嘴，说我其实不叫狗蛋，我是从侯府换来的，说我亲爹是大将军。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？我不是没人要的野种，我是将军的儿子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养母现在何处？
让他出来对质。死了？3年前就死了。他死之前才跟我说实话，说当年是他亲手把我跟他儿子调包的。他说我胸口有朱砂痣，跟您一模一样，说只要我拿着这个来认亲，您一定会认我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家伙，顶替了我的人生。他原本应该在乡下受苦，应该挨打挨骂，应该饿肚子，可他倒好，穿着绫罗绸缎，吃着山珍海味，被人伺候着。他霸占了我的一切，我才是侯府正牌嫡子，只有我才是真的。你什么你？你心虚了是吧？你这20年睡我的床，穿我的衣服，叫我的爹娘，你心里就没一点愧疚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不知道自己是野种？你不知道自己是被人塞进来的？你骗谁呢？够了，都别吵了，让我静静，让我静静。该我登场了，我得稳住乖巧懂事的人设，做个识大体、会圆场的好闺女。母亲，您别急，身子要紧。来人，给母亲搬把椅子来。这件事太过离奇，本侯不能单凭你一面之词就信了。你说你是被调包的，那真正的奶娘已死，死无对证，你让本侯如何信你？父亲，可以滴血认亲，2滴血入水，是不是亲生，一试便知。这法子总做不了假吧？父亲，滴血认亲确实是个办法，不过这位公子远道而来，情绪激动，不如先让他歇息片刻，从长计议。再说了，弟弟，我是说锦安，他现在这个样子也经不起折腾。从长计议？从长计议什么？你是想拖延时间吧？公子这话何意？我只是心疼母亲身子，也心疼弟弟受惊。难道在你眼里，连喘口气的功夫都不能给？少在这装好人！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你根本就不是真心为我说话。公子误会了，我是真的心疼你在外受苦。想想看，若你真是我亲弟弟，这些年受了这么多罪，我心疼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害你？真没想到，狗蛋弟弟在外头受了这么多苦，实在太可怜了。你放心，若滴血认亲证实你是我亲弟弟，我一定站在你这边，帮你讨回公道。哼，讨回公道？你，哼！怎么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我终于想起来了，那天在那间屋子里，你根本就没睡着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屋子？我从未见过你。你装什么装？那天晚上奶娘和那个男人调包的时候，你就躺在旁边，你根本没睡，你睁着眼睛看着我被人抱走。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时候我也才是个奶娃娃，这些事情怎么可能记得？你别狡辩，我看见了。我当时虽然小，可我记得那张脸，就是你。你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抱走，一声都没吭。你为什么不出声？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拦住？你但凡喊一声，爹娘就会醒，那2个人就跑不掉，我就不会被换走。公子，你冷静点，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明白？你什么都明白，你是故意的。你故意看着他们把我抱走，好让那个家伙留下来，好让你一个人独占爹娘的宠爱，好让你独吞着泼天富贵。荒谬！那时我才多大，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能有什么心机？你不是婴儿，你也是死过一回的。你没说错吧，苏锦和？我一个字都听不懂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时候我才多大，一个襁褓里的婴儿，能记得什么？你也是重生的，对不对？你记得前世的事，所以你才会装睡，才会看着他们把我抱走。你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你故意让一切重演。我一个字都听不懂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时候我才多大，一个襁褓里的婴儿，能记得什么？
混账东西，敢动我苏某的亲闺女，锦和是我的心尖肉，哪轮得到你在这儿往她身上泼脏水？乖，不怕，娘在这儿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我看你是失心疯了，居然敢对我闺女下这种毒手。就你这副德行，也配说是苏家的种？娘，他凭什么平白无故害我？我真的不记得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记得？你放屁！你在这儿满嘴胡话，如今还没验明正身，你就敢这么无法无天？我才是你亲弟弟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帮着一个假货害我。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欺负我姐！滚开！你个冒牌货也配碰我？我今天非得替他出这口气！我打死你个混账东西！让你欺负我姐，让你嘴贱！你个野种也敢打我？我才是苏家嫡子！感动啊！看来平日里我教他的话没白说，终于长出了点心眼，晓得怎么断人后路了。哼，毕竟要是成了瘸子，以后咋当将军？哈哈，我的腿！让你狂，让你狂！打吧，打得越狠越好，狗咬狗才够热闹。都给我住手！谁再敢动手，就别认我这个爹！全都给我滚出这道门！爹娘，我知错了，我是看姐姐受委屈，一时气昏了头才动手的，求二老饶过我这一回。这孩子倒是知道护着姐姐。哎，罢了，来人，取清水和银针来。既然要验，那就当众验个清楚明白。是，侯爷。姐，万一我跟他的血融在一起了，我是不是就被扫地出门了？想保住你的位子，就得像今天这样豁出去抢。那个狗蛋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只要他占了上风，一定会往死里整你。你担心的那些事，全都会发生。我绝不答应，谁也别想抢走我的东西。你等着，现在我才是苏家嫡长子，我有千万种法子让你生不如死。那又怎样？你不过是个来历不明的外人。外人？你再看看滴血验亲的结果。那有什么用？爹娘养了我20年，这20年情分你拿什么比？爹娘，我好心好意想跟他讲和，谁知道根本不领情，还骂我是野种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怎么回事？锦和，你刚才在旁边可看清了？刚才他们两个离得太近，我没听清具体说什么，只看见狗蛋弟弟突然就动手了。你装什么装？你刚才明明就在旁边看着，你故意害我吃苦，还帮着那个假货来害我，你还是不是我亲姐？你给我听清楚，再认不清自己的身份，就给我滚出苏家大门！我认不清身份，我才是要继承家业的人，将来我要当大将军，统领3军，你们居然护着一个没用的丫头片子！没用，我女儿一身的本事，将来我乐意把兵符全都传给她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说她没用？您说什么？兵符传给女儿？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？在我这儿，本事就是规矩。锦和5岁习武，7岁就能跟府中护卫过招，如今一身功夫比他爹当年还强。你呢？你除了这张脸，还有什么？入夜正厅烛火通明，爹娘端坐主位，神色凝重。锦和，今日的事你怎么看？是啊，那孩子毕竟是你亲弟弟，流落在外20年，吃了太多苦，可景安也是我们一手带大的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斗胆说几句心里话。你说，娘听着。狗蛋弟弟命太苦了，
我确实心疼他，这些年在外面挨饿受冻，遭的那些罪，想想都让人揪心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可景安也是跟女儿一块长大的，这20年朝夕相处，情分是真的。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说起来也是个无辜的。那依你看，这件事该怎么办？女儿想，不如留狗蛋弟弟在府里当养子，这样一来，爹娘对他的情分也是真的，他也不用再流落街头。景安那边也算有个交代。还是咱锦和懂事，想事情竟这般周全。是啊，这般大气的姑娘上哪儿找去？爹娘过奖了，女儿只是不想让爹娘为难。此事就此定下。苏锦安因我替他求了情，他才有脸面留在府里，对我更是感恩戴德。此后数日，府里鸡飞狗跳。姐，那个狗蛋又欺负我。又怎么啦？他今天趁我不注意，偷偷在我汤里下了药，我拉了一下午肚子，腿都软了。这也太过分了。还有，他明知道我过敏，还往我屋里送花，我打了3天喷嚏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他这是存心跟你过不去。这还不算完，他今天带着几个小厮堵我，当面羞辱我，骂我是又蠢又假的贱货，说我根本不配待在府里。姐，我绝不能往后退缩，我怕，但我更不想丢了这一切。你说我到底该咋办？这事儿我在中间也实在难做人。狗蛋毕竟刚回了家，脾气是骄纵了些，我都替你觉得委屈不公。那姐，你帮帮我啊！可他确实在外面吃够了苦，家里多包容他点儿也是应当的。我会想办法劝爹娘把你留下，但别的忙我是真帮不上了。为什么啊，姐？他现在对我成见很大，根本听不进半句好赖话。我去劝他，只会火上浇油。想当初他还没回来那会儿，弟弟的日子过得别提多美。唉，要是他根本没回来。哟，又跑来找帮手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这个废物怎么巴结我姐啊！怎么哭鼻子了？我偏不闭嘴。苏锦和，你也就这点本事，哄着个废物当靠山。狗蛋弟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她充其量也就是个死丫头，将来嫁出侯府什么都不是。你倒不如趴地上好好巴结我，没准儿我还能给你留条活路。你说谁嫁出去什么都不是？说你姐啊？怎么不服气？她再厉害也是个女儿身，将来这侯府的一切还不都是我的？火候差不多了，两个弟弟，咱们别吵了行不？我就请爹娘过来，大家好好说说话。你瞪什么瞪？再瞪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！你干嘛非要回来？我才是爹娘身边的好儿子。好儿子？你也配？你就是个卑鄙的下贱货！你娘是奶娘，你爹是野男人，你全家都是下等人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心里清楚。你要是不赶紧滚蛋，我早晚亲手宰了你。宰我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是真少爷，杀了你这种冒牌货，谁还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这个冒牌货，趁早滚蛋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血，怎么这么多血？我杀人了，他不动了，他真的不动了。不是我，是他逼我的，是他先说要杀我的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他说要宰了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狗蛋，别过去，已经没气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就打起来了？逆子，你干的好事，那是你弟弟，你亲弟弟。不是我，是他先动手的。他骂我是野种，骂我全家都是下等人。他说要宰了我。娘，我怕，我好怕。弟弟他杀人了。乖，不怕，娘在，
别看了。可是狗蛋弟弟他真的死了吗？会不会还有救？要不要叫大夫？没救了，这一刀正中心窝，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。哈哈，死了，他终于死了！你们看见没有？他死了！景安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说他活该，他凭什么回来？我才是爹娘的儿子，我才是！他回来之后天天欺负我，给我下药，往我屋里送花，带人堵着骂我。你们管过吗？你们管过吗？混账！就算他有错，你也不能杀人。那我该怎么办？让他把我赶出去，让他抢走我的一切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！我是苏家嫡子，唯一的嫡子，谁也别想抢走。苏锦安蹲下身，伸手去摸地上的血，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血，热的，他刚才还是热的。苏锦安突然干呕起来，吐了一地。来人，把这个逆子给我绑起来！几个护卫冲进来，按住苏锦安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苏家大少爷，放开！得罪了，少爷。爹，娘，我是你们儿子，我伺候了你们20年，20年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他刚回来几天。父亲别过脸去，不忍再看。押下去，关进柴房，明日送官。送官？不要！爹，我错了，我是被逼的，是他逼我的。姐，你帮我说句话，你说过会护着我的，姐。我埋在母亲怀里，没有回头。苏锦安当场疯癫，被送去乡下庄子。他走的那天，嘴里一直念叨：我是唯一的嫡子，哈哈，唯一。狗蛋的尸体我亲自处理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动手推我。我蹲下身，伸手合上狗蛋的眼皮，更不该当众揭穿我。你若是聪明些，先来讨好我，何至于此？远处传来狼嚎声，此起彼伏。听见了吗？他们在等你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裙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。下辈子记住了，别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侯府正厅烛火摇曳，爹娘端坐主位，面色凝重。景和，这2日辛苦你了，后事可都安排妥当了？父亲放心，女儿已经处理妥当。狗蛋弟弟终究是苏家的血脉，女儿给他寻了块好地方，让他入土为安。唉，那孩子命苦，刚回来没几日，就……母亲别伤心了，身子要紧，这都是命，谁也料不到会这样。景安那边已经送去庄子上了，大夫说他受了刺激，神志不清，怕是……弟弟他……女儿想去看看他。别去了，那个样子，你去了也是徒增伤心。可他毕竟叫了我20年姐姐，就算他做了错事，这份情分也断不了。我低头拭泪，眼角余光却瞥向父亲腰间的兵符。景和，你过来。父亲。父亲从腰间解下兵符，双手托起。这个东西也本想等你们再大些再传，可如今景安疯了，狗蛋没了，苏家就剩你一个了。父亲，这怎么行？女儿虽是嫡女，可这兵符事关重大，历来都是传给儿子。我倒是想传，可儿子呢？一个疯了，一个死了，你让我传给谁？是啊，景和，这些年你的本事，爹娘都看在眼里。这兵符交给你，娘放心。可是朝中那些大臣，还有那些宗亲，他们能答应吗？答应？我苏家的东西，轮得到他们答应？谁敢说半个不字，让他来找我。景和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苏家的当家人。父亲，女儿怕担不起这个重任。傻孩子，你担不起谁担得起？这些年府里上上下下，哪件事不是你操持的？景安惹的那些祸，哪件不是你善后的？就是，你比你弟弟强100倍。爹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有你这么个闺女。
我双手捧着兵符，缓缓跪下，重重磕头。女儿定不负爹娘厚望，从今往后，苏家的门楣，女儿来承。好，好，起来，快起来。3日后，苏锦和正式接手兵符的消息传遍全城，苏府门前文武百官陆续道贺。恭喜恭喜，苏姑娘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可不是嘛，苏家姑娘的名号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苏侯爷好福气啊，有女如此，胜过千万男儿。诸位大人客气了，往后朝堂之上还请多多关照。人群之中，几个年轻官员交头接耳。哎，你说这苏姑娘长得也俊，本事也大，谁要是娶了她？娶她？你疯了？那是能娶的人吗？那是要供着的人。就是，人家手里握着兵符呢，取回去供着，你供得起吗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前世我是个痴傻丫头，任人欺凌，如今这满城权贵都得在我面前低头。3年后，边关战事起，苏锦和主动请缨出征，战场上千军万马列阵，旌旗招展。